各位老朋友，大家好，我是老陈，欢迎来到一夜一段史。咱们今天不聊那些飘在天上的神仙鬼怪，直接端上一个实实在在的狠角色，一个女人。你闭上眼睛想想看，一个25岁的年轻姑娘被人扒光了绫罗绸缎，换上一身粗糙扎人的灰布大褂，一头瀑布似的黑发，被剃刀刮得一干二净，每天在冷冰冰的寺庙里握着扫帚扫落叶、敲木鱼、念经。搁在咱们普通人眼里，这辈子算彻底交代了，一眼就能望到头。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个在绝望里等死的扫地尼姑，40年之后，竟然一步一步爬上了权力的最顶峰，坐上了那把只有男人才能坐的皇帝龙椅，让全天下的文武百官跪在他脚下磕头。这故事比戏台上唱的都离奇，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老天爷在背后推了一把，还是这个女人心肠太硬，手段太高？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武则天，看看她怎么从一个毫无指望的尼姑，硬生生杀回皇宫，最后成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皇帝。如果您觉得老陈今天准备的故事还算对胃口，麻烦您先动动发财的小手，给老陈点个订阅，再顺手点个赞，咱们在评论区里多互动，多热闹。老陈一直在这儿等着您。先把时间倒回公元649年的秋天，那一年，大唐帝国的开国大老板唐太宗李世民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走了。皇帝一死，整座京城挂满了白布，皇宫里头哭成一片。那时候的武则天还叫武媚娘，正好25岁，正是一个女人一辈子最好看的年纪。可按照大唐当时的规矩，老皇帝一闭眼，那些没给他生过一男半女的妃子们，通通的被赶出皇宫，送到城外的感业寺出家当尼姑。说的体面点，叫出家为先皇祈福；说的难听点，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活埋。对这些年轻女人来说，踏进感业寺的大门，这辈子就别想再出来了。每天面对的就是青灯古佛，吃的是粗茶淡饭，日子像一潭死水，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武媚娘在皇帝身边待了整整12年，这12年里她一点不受宠，地位没升过，连个孩子也没捞着，现在又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人扫地出门，心里的苦和绝望你想想就能感受到。可武媚娘不是那种轻易认命的女人，在那座冷冰冰的寺庙里，她一边握着扫帚扫着满地的落叶，一边在心里默默盘算着，他知道自己不能就这么老死在这地方，他得想办法活下去，而且活得比以前更好。他在等一个能把他从泥潭里拉出来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当上新皇帝的李治。原来在老皇帝生病卧床的那段时间里，武媚娘和太子李治在床前伺候的时候，两个人就已经看对眼了。李治这个人性格软弱，从小缺一点母爱，就喜欢武媚娘这种比他大一点，又会照顾人的姐姐型女人。武媚娘心里清楚得很，眼前这个穿着龙袍的年轻男人，是她这辈子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她在寺庙里熬了整整1年，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李治带着一大帮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感业寺，给老皇帝上香。大殿里头烟雾缭绕，所有尼姑都低着头不敢出声。可武媚娘的眼睛就像装了雷达一样，一下子在人群里锁定了李治。她慢慢抬起头，两个人四目相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史书上把这个画面写得特别简单，就4个字：执手相泣，就是拉着手互相哭。但在老陈看来，这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旧情复燃，这是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在拼命抓住最后一根浮木。武媚娘哭得梨花带雨，把所有的委屈和无助都哭了出来。李治看着曾经心爱的女人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心疼的心都要碎了。这事儿很快传到皇宫里，传到了当时的后宫老大王皇后的耳朵里。这位王皇后出身高贵，家里都是当大官的人，长得也端庄大方。可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一直没生出儿子。在那个母凭子贵的年代，没有儿子就等于没有靠山，
更让王皇后生气的是，皇帝李治当时特别宠爱一个叫萧淑妃的女人。这个萧淑妃不仅长得漂亮，会撒娇，更重要的是，人家已经给皇帝生了儿子。王皇后眼看着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悬，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当她听说皇帝在感业寺里跟一个尼姑哭成一团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想法：如果把武媚娘接回宫里，利用她去把萧淑妃的恩宠夺过来，那自己就可以坐山观虎斗了。在王皇后眼里，武媚娘出身不好，又是个出过家的尼姑，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顶多就是手里用来对付敌人的一把刀。王皇后主动跑到皇帝面前说：“陛下既然这么想念武姑娘，不如把她接回宫里来吧。”李治一听这话，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心想这皇后真是太懂事了。没过多久，一辆不起眼的小马车就在半夜里悄悄把武媚娘接回了皇宫。这时候的武媚娘已经把头发留长了。当她再次踏进那道高高的红墙时，心里已经彻底变了一个人。那个在寺庙里绝望哭泣的女人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为了生存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狠角色。她回到宫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姿态放到了最低。她每天像最底层的丫鬟一样，站在王皇后身边伺候着，端茶倒水，捏肩捶背，嘴里说尽了各种好听的奉承话。王皇后被她哄得心花怒放，觉得这步棋真是走对了，甚至还经常在皇帝面前夸武媚娘懂事守规矩。有了皇后的支持和皇帝的偏爱，武媚娘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很快就被封了昭仪，地位越来越高。王皇后的目的确实达到了，萧淑妃果然失宠了。皇帝天天往武媚娘屋子里跑，可王皇后万万没想到，皇帝的心是收回来了，但全拴在了武媚娘身上，看都不看她这个皇后一眼。王皇后这才猛然醒悟自己这是引狼入室了。可这个时候的武媚娘已经不是她想捏圆就捏圆，想捏扁就捏扁的面团了。武媚娘的野心远远不止于当一个受宠的妃子，她的眼睛死死盯着王皇后屁股底下的那个位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残忍、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幕。武媚娘给皇帝生了一个小公主，长得白白胖胖，特别可爱。有一天，王皇后摆出正宫娘娘的架子，跑来看望这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她走到摇篮边上，逗了逗熟睡的婴儿，然后也没当回事就走了。谁知道王皇后前脚刚走，武媚娘后脚就走到了摇篮旁边。她看着自己亲生的骨肉，眼神里透出一股难以想象的狠毒。她竟然伸出双手，死死掐住了小婴儿的脖子，直到孩子完全没有了呼吸。等李治兴冲冲地跑来看女儿的时候，武媚娘微笑着迎上去，轻轻掀开被子。结果迎接这位大唐皇帝的是一具脸都憋紫了的冰冷尸体。武媚娘当时就愣住了，然后像疯了一样大哭起来，大声质问身边的宫女到底有谁来过。宫女们吓得跪在地上直哆嗦，都说刚才只有皇后娘娘来过。李治一听这话，气得眼睛都红了，咬牙切齿地说：“皇后竟然敢杀我的女儿！”咱们实事求是地说，1000多年过去了，当时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这孩子到底怎么死的？谁也不敢打包票说100%就是武媚娘干的。有人说可能真是王皇后嫉妒心作祟，也有人说是孩子自己生病突然没了。但在那个权力斗争的漩涡里头，真相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件事最后对谁最有利。武媚娘借着这具冰冷的婴儿尸体，彻底点燃了皇帝对王皇后的怒火。李治对王皇后最后一点情分也烟消云散了，心里铁了心要把武媚娘扶上皇后的宝座。没过多久，王皇后和那个失宠的萧淑妃就被剥夺了所有封号，变成了老百姓，被关在皇宫里一个最偏僻、最阴暗的小屋子里。那屋子连门窗都封死了，只在墙上挖了一个小洞，每天像喂小狗一样给他们递点发馊的饭菜。如果事情到这里就结束，那顶多也就是一出后宫女人打架的俗套戏码。可武媚娘接下来的手段，才真正让所有人见识到了什么叫心狠手辣。有一天，
李治偶然路过那个关押他们的暗室，听到里面传来凄惨的哭声，心里突然有点不落忍，就在外面喊了一声：“皇后、淑妃，你们还在吗？”里面的2个人一听是皇帝的声音，哭得更惨了，求皇帝念在旧情分上放他们出去。李治叹了口气说：“我心里有数。”皇帝这一声叹息在皇宫里那可是能引发地震的。这事马上传到了武媚娘的耳朵里，她心里很清楚，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今天要是让这2个女人翻了身，明天死无葬身之地的就是自己。她二话不说，马上派人冲进那个暗室，把王氏和萧氏狠狠地打了100大板，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紧接着他下达了一个让后人听了都觉得恐怖的命令，他把2个女人的手脚全部砍断，然后把她们残破不堪的身体装进2口装满酒的大缸里头。他冷冷地说：“让这2个老太婆的骨头在酒里头好好泡个透吧。”这种残忍的手段后来在历史上被叫做泡酒缸。没过几天，那2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女人就在极度的痛苦里头死去了。从这一刻起，武媚娘彻底完成了心理的蜕变，变成了一只随时准备吃人的猛兽。后宫的障碍是清理干净了，但武媚娘想当皇后，还得过朝廷里头那些老臣们这一关，这可比对付几个女人难多了。以长孙大人和褚遂良为首的那些老家伙，都是跟着老皇帝打天下的功臣，手里握着大把的权力。在他们眼里，武媚娘出身低微，更要命的是，她曾经是老皇帝的妃子，现在又要当儿子的皇后，这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伤风败俗，是把老李家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长孙大人是李治的亲舅舅，仗着自己辈分大、资历老，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朝廷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他说了算。李治心里早就对这个舅舅憋了一肚子火，他觉得这天下是姓李的，凭什么什么事儿都要听你一个姓长孙的？所以李治要废掉王皇后，立武媚娘。表面上看是老婆在争名分，实际上是皇帝在跟这帮老臣争夺权力。夫妻俩在这个时候结成了最坚固的同盟。在朝堂上，李志刚把废皇后的意思透露出来，褚遂良就跳出来了，他把手里拿的砍板狠狠地摔在台阶上，大声嚷嚷着说：“王皇后出身名门，又没有过错，凭什么要废了她？就算要换皇后，也得找个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怎么能选武氏妃这个曾经伺候过先皇的女人呢？这个姓楚的脾气也够硬，说到激动的地方，竟然跪在地上，把头往石头台阶上撞，撞得满脸是血，摆明了就是用死来威胁皇帝。李治被这个老头子弄得下不来台，急得满头大汗。就在这个时候，大殿后面的屏风里突然传出一个女人恶狠狠的声音：“为什么不把这个老匹夫直接打死？”这正是武媚娘的声音，她就躲在后面看着这一切。两边的关系算是彻底撕破脸了，眼看着事情就要僵住。这时候，一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老将站了出来，他就是手里握着兵权的李绩将军。皇帝私底下找他商量这事儿的时候，这位老将军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话：“这是陛下的家务事，何必去问外人呢？”这句话就像一把快刀，一下子就把那些老臣的嘴给堵上了。有手里拿着刀把子的将军撑腰，李治的腰杆子瞬间就硬了。没过多久，一道圣旨正式下达，武媚娘终于如愿以偿坐上了皇后的宝座。她踩着自己女儿的尸体，踩着对手的白骨，踩着那些老臣的脸面，终于爬到了最高的地方。当上皇后之后，武则天度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她和皇帝老公联手，把长孙大人那帮老臣该杀的杀，该赶的赶，终于把朝廷的权力牢牢抓在了自己手里。可老天爷总是喜欢开玩笑，就在李治觉得自己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当个大老板的时候，他的身体却出了大问题。他得了一种非常折磨人的头晕病，疼起来的时候天旋地转，眼睛连前面站着的人都看不清，更别说去看那些堆得像山一样的公文折子了。大唐帝国那么大一份家业，每天有无数事情需要皇帝拍板决定。李志刚把权力从大臣手里夺回来，当然不愿意再交出去。想来想去，他只能向睡在身边的老婆求助。武则天读过很多书，
字也写得非常漂亮。更重要的是，他脑子好使，做事果断。刚开始的时候，武则天只是坐在皇帝的病床前面，帮忙把折子上的内容念出来，然后按皇帝的意思在上面写字。可慢慢的，随着李治的病越来越重，武则天就不只是个代笔的秘书了，她开始自己出主意，说这个贪官不能只免职的流放，那个地方的粮食不够的赶紧调拨。李治实在是病得没精神，每次都虚弱的点点头说：“就按皇后说的办吧。”就这样，武则天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开始代替皇帝处理国家大事。每次上朝的时候，大殿的龙椅上坐着病恹恹的李治，龙椅后面挂着一道珍珠做的帘子，武则天就端端正正坐在帘子后面。底下的文武百官表面上是在给皇帝汇报工作，实际上耳朵都在仔细听着帘子后面那个女人的动静。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这大唐天下到底是哪位老板在当家做主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圣临朝。看着老婆的权力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狠，李治的心里开始发毛了。他发现自己亲手养大的不仅是个好帮手，更是一个天生的政治机器。那种对权力的掌控力，甚至比他这个正牌皇帝还要强。一种深深的恐惧感在李治心里蔓延开来，他想要把自己的权力夺回来。机会终于来了，有一个小太监跑到李治面前告密，说皇后在宫里偷偷找了个道士，在搞一些神神鬼鬼的法术。在古代皇宫里，搞这种东西可是大忌讳，很容易被扣上诅咒皇帝的帽子。李治其实根本不在乎什么道士，他只是想借着这个由头好好发作一通。他偷偷把当时的宰相上官仪叫到屋子里，大倒苦水，说皇后怎么跋扈，自己怎么委屈。上官仪是个大文人，平时写些风花雪月的诗词还行，遇到这种权力斗争，脑子就不够用了。他听了皇帝的诉苦，一股书生气冒了上来，热血沸腾地说：“既然皇后这么嚣张，让天下人失望，请陛下赶紧下旨废了她，顺应民心。”李治当时也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想都没想就点头说：“好，你现在就替我起草废后的旨。”上官仪拿起笔，刷刷刷就写好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废后文书。只要李治拿出玉玺盖上去，武则天的下场就只有死路一条。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武则天的眼线早就遍布整个皇宫的每一个角落。上官仪在那边刚落下笔，这边一个小太监已经跑断了腿，把消息送到了武则天耳朵里。换成一般的女人，听到老公要废了自己，估计早就吓得瘫倒在地，只会哭天抹泪了。可武则天没有她冷静的让人害怕，她什么都没问，站起身来，带着一阵冷风直奔皇帝的屋子。她知道这个时候去求饶没用，必须在皇帝的怒火还没消下去的时候，用最强硬的姿态把皇帝的心理防线彻底击溃。砰的一声，大门被直接推开，武则天像一团火一样冲到李治面前。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李治吓得魂都没了，他手里还拿着那张墨迹都没干的纸，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煞气的结发妻子，骨子里那种软弱和害怕冲突的毛病一下子就犯了。面对老婆的怒火，这位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为了保全自己，竟然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这辈子最没骨气的一句话：“我本来没想废你，这都是上官仪那个老匹夫教唆我干的。”站在旁边的上官仪一听这话，心直接掉进了冰窟窿里，他满腔热血想替皇帝出头，结果皇帝遇到点事儿，转头就把他当成了挡箭牌，直接扔进了火坑。武则天冷冷看了一眼面如死灰的上官仪，又看了看瘫在椅子上的老公，她知道这场豪赌自己又赢了。接下来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武则天直接以谋反的罪名把上官仪全家都抓了起来，没过几天就在菜市口砍了脑袋。上官仪的血把京城的地砖都染红了，也彻底洗刷掉了李治心里最后一点反抗的勇气。这件事给全天下的官员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在这个国家里头，得罪了皇帝也许还能活命，但要是得罪了皇后，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皇帝根本保护不了你。
从这天起，李治再也没有能力去制衡自己的妻子了。他成了一个穿着龙袍的傀儡，而大唐帝国的钥匙已经牢牢攥在了武则天手里。时间就这么一点点过去，到了公元683年的冬天，被病痛折磨了20多年的唐高宗李治终于闭上了眼睛。皇帝一死，皇权交替的敏感时期就到了。武则天没有丝毫慌乱，她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迅速接管了帝国的一切。她先是把自己的3儿子李显扶上皇位，可这个李显脑子不太灵光，刚当了50多天皇帝，就因为想提拔自己的老丈人跟大臣顶嘴，说了一句气话：“我就是把整个天下都送给我老丈人，又怎么样？”就因为这一句话，武则天二话不说，直接把李显从龙椅上拽了下来，赶出京城，换上了最小的儿子李旦当皇帝。这个李旦更惨，完全就是个被软禁在宫里的高级囚犯，天天有人看着，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武则天这接连废立皇帝的做法，傻子都能看出来他想干什么。这一下子就在天下引爆了一场巨大的地震。在富得流油的扬州城，那个曾经帮过武则天的李继将军的孙子徐敬业，拉起了一支10万人的队伍，打着恢复李家天下的旗号造反了。不仅当兵的来了，还有个当时非常出名的文人骆宾王，就是写鹅，那个他挥笔写下了一篇骂武则天的长篇大论。在这篇文章里，骆宾王用了最恶毒的词语，把武则天骂得体无完肤，说她是一匹吃人的狼，杀自己的孩子，毒害自己的亲人。这篇文章很快就送到了武则天的案头上，满朝文武吓得不敢出气，以为太后要大发雷霆。结果武则天看完之后，不但没有拍桌子，反而笑了笑。当他读到文章里说先皇帝坟头上的土都还没干，留下来的孤儿能托付给谁的时候，他叹了口气，转头对着宰相说：“有这么好文采的人，却让他流落在外面，这是你们做宰相的失职啊！你看，这就是干大事之人的度量。虽然夸了人家有才华，但在现实面前，武则天一点都不手软。他立刻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压过去。这场轰轰烈烈的造反才坚持了1个半月，就彻底灰飞烟灭了。虽然叛乱平息了，但武则天心里很明白，那些姓李的宗亲和满脑子传统思想的老臣，骨子里是绝对不会服她一个女人的。平时大家表面上客客气气，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在背后捅刀子。为了彻底把这些反对的声音压下去，武则天打开了地狱的大门，开启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时代。他在朝堂外面放了一个巨大的铜箱子，跟全天下的老百姓宣布，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哪怕是个要饭的，只要你发现有人想造反，就可以直接把信投到这个铜箱子里。如果查出来是真的，马上给你做大官；如果查出来是假的，也绝对不追究你诬告的责任。这一下可好，人性里最阴暗的一面全被激发出来了。告密的人像苍蝇一样到处乱飞。为了处理这些堆积如山的告密信，武则天找来了一帮心狠手辣的官员，其中最出名的有2个，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这俩人简直就是人间的恶魔，他们对那些当官的和皇亲国戚没有丝毫敬畏。他们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教人怎么捏造罪名，怎么屈打成招。被他们抓进去的人，不管是不是冤枉的，他们都会用各种你想都想不到的刑具来折磨你，直到你受不了在认罪书上画押为止。有多少大官和李家的王爷在这些人的牢房里被打得血肉模糊，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当时整个京城的人都活在极度的恐惧当中，谁也不知道哪天晚上会有兵丁踹开自己家的大门。在这场血腥的大清洗中，李家的那些男丁几乎被杀了个干净，剩下的女人都被抓去当了奴婢，有的人连原本的姓氏都被改成了毒蛇的名字。最有意思的是，这些帮武则天咬人的官员，最后竟然自己咬了起来。有人告发周兴造反，武则天就让来俊臣去查，来俊臣也不含糊，他没直接抓人，而是请周兴到家里吃饭。几杯酒下肚，来俊臣开始诉苦说：“老兄啊，我最近遇到几个犯人，骨头太硬，怎么都不肯招，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周兴喝得满脸通红，得意洋洋地说：“这太好办了，你找个大缸，四周堆满炭火，烧起来，把犯人装进去烤，就是铁打的人也得乖乖招认。”来俊臣一听，猛地站起来变了脸，指着院子里刚刚架好的大缸说：“老兄，我刚接到太后的命令，说你造反，现在就请你自个儿进这个缸里去尝尝滋味吧。”这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请君入瓮。那个周兴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猛磕头。这群满手血腥的官员总以为自己是太后身边最红的人，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武则天用来装脏水的夜壶。等反对的人都杀光了，天下人都对这些残忍的官员恨之入骨的时候，武则天毫不犹豫地就把他们给宰了，用他们的血来平息老百姓的愤怒。这下子通往皇帝宝座的路上连一块绊脚石都没有了。在公元690年的秋天，67岁的武则天换上了只有皇帝才能穿的龙袍，在几万人的跪拜声中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把大唐的旗子降了下来，换上了大周的旗号。为了显示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甚至觉得自己以前的名字不够霸气，专门造了一个以前字典里从来没有过的新字作为自己的名字，那个字读作 Ven， 意思是太阳和月亮同时在天上发光，普照着全天下。从一个绝望的尼姑到高高在上的女皇，他整整花了41年时间，战胜了无数敌人，打破了所有规矩。可是当了皇帝的武则天很快就碰到了一个让他怎么也解不开的死结皇位，可以靠杀人夺过来。但这皇位以后传给谁呢？摆在他面前的只有2条路，一条是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显，另一条是传给自己的亲侄子武家的人。武家的人整天上蹿下跳，带着一帮人来请愿，说既然现在天下姓武，那接班人当然也得选姓武的侄子。要是把皇位传给儿子李显，他一旦当了皇帝，肯定立刻把国号改回大唐。那武则天辛辛苦苦建立的大周帝国，不就成了一个短命的朝代了吗？武则天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愁得头发都快白了。在古人的脑子里，人死了之后是需要后辈在祠堂里烧香磕头上供的，要不然在阴间就会变成恶鬼。如果传给儿子，儿子当了皇帝，自己就是皇太后，名正言顺坐在太庙里吃千秋万代的香火。要是传给侄子呢，就在武则天愁得睡不着觉的时候，他最信任的老臣狄仁杰走进了大殿。狄仁杰这个人非常聪明，他知道跟武则天讲什么国家大义根本没用，只用了最实在的大白话就戳中了武则天的软肋。狄仁杰看着武则天，慢条斯理地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只听说过儿子当了皇帝，把老娘供在太庙里天天磕头的，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哪个侄子当了皇帝会把自己的姑姑供在庙里受香火的。”这句话像一把大锤，结结实实地砸在武则天的心口上。是啊，侄子当了皇帝，他要供奉的是他的亲爹亲爷爷。你一个嫁出去的姑姑，算哪根葱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传给侄子？自己死后连个牌位都没地方摆。武则天沉默了很久很久，她终于明白了，自己虽然打败了全天下的男人，拥有了整个帝国，但最后还是输给了老祖宗传下来的血脉规矩。她叹了口气，派人把流放在外地的儿子李显悄悄接回洛阳，重新立为太子。这等于是他亲手承认了自己建立的大周帝国只能活这一代。岁月不饶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杀猪刀。15年过去了，到了公元705年的冬天，已经82岁的武则天终于扛不住了，病倒在床上。她实在太老了，满脸皱纹，连走路都不利索了。曾经威风凛凛的女皇，现在变成了一个连翻身都要人帮忙的虚弱老婆子。她把自己关在深宫里，谁也不见，只让2个姓张的年轻小伙子在床前伺候。这2个姓张的仗着女皇的宠爱，在外面横行霸道，把朝廷里的大臣和太子都给得罪了个遍。整个京城就像一个快要吹爆的皮球，所有人都在等着最后爆炸的那一刻。终于在正月里的一天半夜，外面下着漫天大雪，
当朝的宰相带着500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悄悄包围了武则天住的宫殿，他们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冲进去一刀就把那2个姓张的宰了，鲜血把华丽的地毯都染红了。然后这帮人举着刀枪推开了武则天卧室的大门，外面的冷风夹杂着血腥味灌了进来，把屋里的油灯吹得东倒西歪。82岁的武则天被外面的吵闹声惊醒，她非常费力地从被窝里撑起身子，掀开帐子往外看，映入眼帘的是明晃晃的刀枪，是带头大臣冰冷的脸，还有那个躲在人群后面吓得直哆嗦的太子儿子。这是一场明目张胆的兵变逼宫。换做其他皇帝，这个时候可能早就破口大骂或者吓得尿裤子了。可武则天没有。这位在权力场上杀伐决断了一辈子的老太太，在这个被人用刀指着脑袋的深夜，表现出了一种让人害怕的平静。她甚至连看都没看那个带头的宰相一眼，眼神直接越过所有人，落在了自己儿子身上。她太聪明了，一眼就看穿了这场闹剧的底牌。她知道自己的2个男宠死了，知道外面的卫兵已经叛变了，她更知道属于她武则天的时代在今天晚上彻底画上句号了。在一片死一样的寂静中，武则天用一种极其虚弱但又非常清楚的声音说了一句话。她没有发火，也没有害怕，只是用一种极其平淡甚至有些累的语气说：既然是你们把太子接回来的，那就好，你们都退下吧。没有拼命的挣扎，没有血流成河的屠杀，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武则天交出了自己手里握了半个世纪的最高权力。其实老陈觉得，对武则天来说，这与其说是一场失败，不如说是一种解脱。她这一辈子活得太累了，一个人对抗着整个天下的偏见和规矩，现在终于可以把这副重担放下了。退位之后的武则天搬到了一个冷清的宫殿里，不到10个月，她就平静地闭上了眼睛。在她临死之前，她留下了一份遗嘱。她没有在遗嘱里吹嘘自己当皇帝时有多厉害，也没有抱怨别人夺了她的权。她主动去掉了自己那个天下无敌的皇帝名号，要求以大唐皇后，也就是李治妻子的身份跟自己的老公合葬在一起。那个曾经为了证明自己比太阳月亮还要厉害的女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自己动手把那些虚名都给抹掉了。他知道活着的时候可以靠刀枪让所有人闭嘴，但面对死亡和几千年的规矩，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重新做回了一个普通的妻子。现在咱们要是去陕西那边，在武则天的陵墓前面有一块巨大的石头碑，有7米多高，上面雕刻着非常好看的花纹，但整块石头上干干净净的，一个字都没有刻。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无字碑。1000多年来，无数人都在猜这块空白的石头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这是武则天觉得自己功劳太大，世上的文字根本写不下她的伟大。也有人说是她老了之后觉得良心不安，觉得自己这辈子杀了太多人，罪孽深重，没脸在石头上刻字。还有人说这是一种极度的骄傲，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他。但老陈觉得这些猜测也许都不重要了。当咱们把那些史书上的大道理和权力斗争都扔到一边，看到的其实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女人。她在那个把女人当成附属品的年代里，为了不被别人踩在脚底下，拼尽了所有力气，为自己争出了一条活路。她当过尼姑，也当过皇帝，她把天下踩在脚下，也弄得无数人家破人亡。可当生命结束的时候，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些朝堂上的争吵，那些暗室里的算计，最后都被一阵风吹得干干净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真正掌控所有的事情。武则天最后放下了手里的权杖，放下了那些沉重的头衔，在这个疲惫的灵魂即将离开的时候，她终于卸下了所有的防备。外面的天已经很黑了，各位老朋友，那些几千年前的宫廷灯火早就熄灭了。那些曾经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暴，现在也只不过是旧书堆里没人看的几行破字。时间带走了一切的执着和不甘心，也抚平了所有的伤痛和高兴。现在请您深吸一口气，
把白天积攒下来的那些累人的事儿都放下来，卸下那些为了生活不得不穿上的伪装。在这个安静的晚上，关掉脑子里那些关于赚钱的、关于输赢的、关于明天要干嘛的乱七八糟的想法。您想想，连武则天那样曾经拥有过整个天下的强人，最后都得松开紧握的双手。在咱们这长长的历史面前，咱们普通人遇到的这点小烦恼，又算得了什么呢？日子还得一天天过，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老陈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在这个平静的夜晚，愿您也能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早点休息。我想问问各位老朋友，如果让你在权力和亲情之间选一个，你会怎么选？你觉得武则天最后选择把皇位传给儿子，到底是输给了规矩，还是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欢迎在评论区跟老陈聊聊您的想法，也别忘了点个订阅。咱们下期节目接着闲扯，祝您好梦，晚安。